谢谢主持人，我是澎湃新闻的记者。我们注意到呢，新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住房困难是一个普遍的问题。那请问咱们住建部近年来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应的考虑呢？谢谢。上个月的7月7号啊，我也在这个会场做过一次，这个新闻的发布，就是关于国务院出台的这个22号文件。国务院6月24号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啊，这个我给同志们说一下。关于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困难问题啊，它是一个伴随着城镇化发展过程而凸显的一个问题。由于新市民和青年人往往是工作年限比较短，收入呢相对比较少，购房和付租金的能力呢比较弱。根据有关的调查显示，现在在大城市有70%的新市民和青年人是靠租房来住的。然而呢，租金付得起的区位呢就比较远，租金比较合适这个区位比较好的租金又比较贵，这呢就成为了新市民、青年人有买不起房、租不好房这样一个现实困难。党中央、国务院是高度重视解决新市民、年轻人住房困难问题。2020年12月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要求要重视解决好新市民、青年人，特别是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，努力做到住有所居、职住平衡。要通过增加土地供应、安排专项资金来集中建设等办法，有效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的供给。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，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新市民、青年人缓解住房问题。住房城乡建设部呢，和有关部门呢，从2019年开始，在全国13个城市开展了试点工作。同时呢，我们针对人口流入比较多的大城市，也开展了发展共有产权的试点工作。通过试点，经过总结，形成了就是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意见的材料。6月18号，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；6月24号，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了这么个意见。这个意见呢，可以说我给同志们再重复一下，这个意见它是坚持问题导向，主要是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民、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。制度设计上突出了针对性、科学性、规范性和市场化。重点呢是5项基础制度和6个方面的政策来支持。5项制度就是：一是针对新市民、青年人等群体的特点，明确保障标准，就是建筑面积一般不超过7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，租金呢低于同地段同品质的市场租赁住房的租金，就是小户型低租金。准入条件呢由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设定。第二呢，坚持供需匹配。第三呢，就是明确地方责任。第四，赋予城市人民政府更多的自主权，可以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、企事业单位自有的闲置土地、产业园区配套的用地和存量闲置房屋等来建设，采取新建、改建、改造、租赁补贴等多种方式、多种渠道筹集房源。5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引导多主体来投资、多渠道供给，加快发展保障性住房。特别是6项政策
网上有很多评价，力度大，措施实，含金量高。一是完善了土地政策，方才我讲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啊，这个闲置土地、企业用地啊这方面。第二，简化了审批流程，利用非居住存量土地和非居住存量房屋建设保障性村镇住房，可由市县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审查建设方案，取得保障性村镇住房项目认定书后，就由相关部门办理立项、用地规划、施工消防等手续。第三是中央将对符合规定的保障性村镇住房业务要给予一定的补助。第四呢，降低有关税费。财政部、税务总局和我们住房城乡建设部已经出台了公告，将于4月1号开始实施关于这个所得税的问题这个都有规定。第五呢，就是对于改建的保障性村镇住房来执行民用水电气的价格。第六就是加强金融的支持。这个是政策这个6个方面一个城市，青年人有希望，城市才有未来。对于国家来讲，青年人有了希望，国家才有未来。所以说，解决青年人新市民住房问题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所在，也是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。所以我想城市政府应该有这个内生动力，把要我做变成我要做，来下决心下力气解决好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问题。下一步就是重点抓好政策的落实真正加快保障性村镇住房的建设，让我们新市民和年轻人能早日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。谢谢。